极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人类的禁区，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而南极又是否存在着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神秘之处呢？倘若有人对你说，地球并非我们一贯认知的圆形，而是一个巨大的扁平状盘子，你会作何反应呢？在这种说法中，南极被指认为整个地球的边缘，那高耸的冰墙则被视为地球的警戒线。冰墙之外似乎连接着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那些支持地平论的人认为，美国和苏联之所以会订立南极条约，将南极设定为人类禁区，必定是在刻意掩盖着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有人声称曾在南极拍摄到不明物体，但具体是什么却无人能够确切知晓。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来自冰墙外另一个世界的奇特生物？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南极境地所隐藏的秘密。在2015年，外网的推特超自然事件调查板块收到了一封加密邮件。敏锐的记者查理德察觉到这封邮件中或许隐藏着某些不能公开的重大内容，于是对其进行了破解。结果发现，邮件中所记录的竟是1983年至1997年间在南极地区发生的各种怪异事件。而这封邮件的发送者是军方高级工程师布莱恩。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在离世之前想要将自己所知晓的南极冰墙外隐藏的秘密披露出来，但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以加密的形式发出这封邮件，希望有缘人破解后能前往南极继续深入调查。布莱恩曾是一名航空维修专业的学生，1982年加入美国空军，1997年退役。1983年时，他被调到了南极发展6中队工作，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南极考察站麦克默多站，负责为南极科考站提供相应的科考活动，代号 VX6。在这14年的时间里，他在南极总共飞行了超过4000个小时，期间勘测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极其诡异的事情，甚至一度让他感觉地球或许并非圆形，南极很可能就是地球的边缘，并且与另一个世界相连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源于一次执行任务时的经历。1993年11月的一天，考察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勘探途中遭遇意外而身负重伤。布莱恩接到命令，需要驾驶直升机将伤员从麦克默多站紧急送往戴维斯营地进行救治。然而飞机刚起飞没多久，伤员却突然出现休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既定航线飞行，直升机需要先飞到中途的南极站补充一次燃油，然后再折返回来。但最佳的航线则是直接穿过禁飞区，这样可以节省6个小时的时间。眼看着伤员生命垂危，在这关键时刻，布莱恩毅然决定直接穿过南极最边缘的禁飞区，以便尽快将伤员送达戴维斯营地。可当他驾驶直升机刚抵达禁飞区边缘时，却接到了地面塔台的严厉通知，要求他立即掉头，即便伤员牺牲，也绝不允许再靠近禁飞区一步。布莱恩面对塔台的强硬要求，别无选择，只能改变航线，将飞机调整到斜角45度后掉头返航。而在这个角度，恰好让他看到了禁飞区内的景象，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幕。在禁飞区的尽头，是一处如刀削般笔直的悬崖，深不见底，看上去极为震撼，仿佛地球真的就是一个平面。更为奇特的是，悬崖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洞口，这个洞口大到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洞口边缘放置着一个巨大的装置，不断地喷着雪花，雪地上还有众多的运输车正在向洞中运送货物。看到这一幕，记者查理无比震惊。如果这封邮件的内容属实，那必将震惊全世界。但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只是一场恶作剧。然而在往下看时，却发现布莱恩在邮件中特别强调自己绝对不会看错，他可以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最终伤员被送至了戴维斯营地，而当布莱恩返回麦克默多站以后，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领导将他唤至办公室，里面竟站着一个全身被黑袍紧紧包裹的神秘男子。此男子身形异常高大，布莱恩在营地中从未见过他。这个黑袍男子一脸严肃地对他说，我知晓你目睹了一些奇特之物，但我坚信你不会将此事向任何人吐露。忘却你所见到的一切，想必你能领会我的意思。在这般赤裸裸的威吓之下，布莱恩只得无奈点头表示明白。谈话完毕，黑袍男子转身离去，上级也并未让他签署任何保密协定，仅仅是让他如以往一样继续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布莱恩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曾多次目睹不明物体自洞口中飞出，可由于不再被准许靠近禁飞区，故而无法确切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再加上黑袍男子的威胁，致使他不敢再去探查。到了1997年，布莱恩终结了自己长达14年的军旅生涯，返回了家中。但事情并未就此打住。某次布莱恩外出游玩时，在酒吧中邂逅了同样已退役的战友希尔多·布希曼，两人在几杯酒下肚后便谈到了这件事。布希曼趁着酒意说道，他知晓冰墙后禁飞区里的某些秘密，那个身着黑袍的男人他也曾见到过，那个地方极有可能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与人类共同构建的秘密基地，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和他们进行着交易。布莱恩听闻至此，便意欲继续追问具体情形，可布希曼忽然回过神来，察觉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旋即慌乱地表示自己酒后失言，切莫当真，随后便匆匆离开了。其后，布莱恩为了揭开心中的谜团，开始四处探寻一切与南极相关的信息，最终寻得了一份档案。档案中有一则记载，宣称某国卫星曾在1962年拍摄到一段视频，在南极冰墙后曾显现出一座庞大且奇异的城市。这座城市由钢铁构筑而成，四周被一层透明的能量层所环绕。城市里的科技已然发展到了极高的层级，与前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在1964年提出的宇宙一级文明极为相近。但布希曼对于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却表示不敢确定其真假。不过他却认为南极禁区的确极有可能与外星文明有所关联。南极禁区的尽头是一处高达100米的冰墙，他当年在冰墙外曾看到一个巨大的装置在造雪。这会不会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阻止地球人类发现连接他们世界的通道，从而利用巨大装置缔造出了南极，并且用冰墙将其隔绝开来呢？当然了，以上这些说法仅来源于一封加密邮件，至于布莱恩所讲述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已难以考证，大家就姑且将其当做一个故事来听听吧，不必过于较真。